如果你有传语音信息的习惯，或是曾经有录过音的经验，我跟你讲，刚才那你一定有疑惑过这个问题：刚才那个真的是我的声音吗？我跟你讲，刚才……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嗨，大家好，我是阿维。明明平时认为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的，为什么录音放出来的却像是鸭子一样扁扁干干的声音呢？别人听到的自己的声音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些录音播出来的鸭子音，也就是别人听到的声音。可是，在 KTV 唱歌或是用麦克风讲话的时候，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又和录音的时候不一样呢？那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自己听到的声音与录音不同，别人听到的又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不错的话，记得在下面先按个赞，当然还没订阅的就麻烦订阅一下啦。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吧。大家都知道，不论是什么声音都是由振动而产生的吧，然后也必须要靠介质才能传播，比如空气、液体或固体。然而人发声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气流通过喉咙使声带产生振动而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嘴巴、舌头组成各种复杂的语言和歌声，最后再传入人的耳膜振动所听到的声音。但是这里就是关键所在，当自己说话自己听的时候，不仅仅只是通过空气传递到自己的耳膜接收到声音，在自己说话的同时，别忘了喉咙与耳朵之间的骨头也可以直接传递声带振动所发出的声音到耳膜。然而空气传导的声音会因为环境和距离的改变而影响声音的质量，包括声量减弱、音色上的一些变化等。骨传导声音是直接通过骨头传至耳内，音色效果的变化自然会比空气传导小很多，声量也不必说，那一定是比较大声的吧。大家可以试看盖上耳朵说话，然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声音会变得更加大声，而有一种 3D 环绕的厚实感呢？这就是通过骨头直接传导到耳朵的声音啦。所以也就是说，自己听到的说话声是通过骨传导和空气传导两个加起来的声音。当然骨传导的声音会比较大声，所以占的比例就比较大，自己听到的声音自然就会更低沉厚实咯。那别人听到什么呢？别人当然只听到从空气传来的声音，听不到你骨头内的声音，所以通过空气传导的声音自然会比自己认为的声音还要高一点咯。毕竟他的骨头又不是和你相连，他也感受不到那种低沉厚实的声音吧。那就表示录音里那难听的鸭子音就是别人听到的咯。当然还不一定，我们接着看下去。大家别忘了，录音是把声音振动转换成电子信号，然后再从电子信号转换成声音播放。在这个过程中，声音的一些频率与细节会因为技术的关系无法处理而被忽略掉，再加上一些电子音的元素，所以录音虽然接近，但还不能说是100%别人听到的声音。还有，其实人在不同的距离听到的声音，音色上也会有所差异。越远的距离听到的声音，除了小声以外，低音的细节也会渐渐的消失掉。大家可以听听我这一小段录音，觉得有趣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哦。觉得有趣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哦。觉得有趣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哦。如果离得近的话，说话声会带一点低沉的声音，越远低沉的声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人的耳朵其实对低音频率比较不敏感，所以随着距离的拉长，能听到的低音部分也会渐渐消失。虽然在生活中这些细微的差别一般都不会被察觉到，可是大家试看录音或语音的话就很明显啦。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我们的声音频率真的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吗？高兴的时候，说话的声自然高昂了起来；疑惑的时候，声音自然畏缩了起来；甚至是有时发怒的时候，发出的更是超乎想象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确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们就认定那种低沉浑厚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呢？其实这里关系到一个心理学现象，叫自利性偏差。也就是说，人们会倾向于自身有利的方式来自我判断与评估，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啦。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低沉浑厚的声音都被称作更有磁性和吸引力的声音，就好像有些歌手的歌声听起来就很有磁性，很好听。
而在这个智力性偏差的心理状态上，这好听的比较有磁性的声音就理所当然的被大脑默认为是自己原本的声音咯。可是大家都忽略了，其实人在说话时会不自觉的随着心情而变调，并不一定每次说话时都是低沉的声音。当然这里也不能怪大家没有发现，因为毕竟在对话中多数关注的是表达内容，而不会特别注意自己发出的声音吧。而且大脑已经有默认的声音了，所以被忽略也是正常的啦。可是录音就不一样了，录音不会受大脑或骨传导的影响，所以当下发出什么声音，播出来就是什么声音啦。当听到和自己认知完全不同的声音时，当然就会觉得奇怪和不能接受啦。所以总结来说，因为骨传导的关系，别人听到的确实会比自己听到的还要高音一些。而录音的声音虽然接近别人听到的声音，但由于一些电子技术的关系，所以也不能100%的说那亚子声就是自己的声音啦。要叫我说，其实人的声音有高有低，只要正常发出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声音啦。这也就是为什么 KTV 唱歌的时候会不同的原因。最后大家肯定也想知道别人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嘛？在啾啾鞋也有做过相关的主题，里面就提到用双手放在耳朵前说话，就能大概听到别人听到的声音啦。虽然也不能说100%的呈现，毕竟骨传导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家可以试试啦。当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咯。好啦，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不错的话，记得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也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最后当然是订阅和小铃铛啦，那所有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我是阿维，那下集见。